嘿，大家伙早喽！10月1号星期二，新的一个月了，放假了是吧？今天我的第4个训练日，咱们回评论。明天加练一天，明天是强度课的日子。今天又把这双我的形容词就是失望的 160X 6.0 Pro 传出来了。我大家看看它这个摩擦的声音。能不能磨一磨就没了？细节在上次直播的时候说过。我还没有把鞋垫粘起来，没找着合适的胶水。我觉得502应该不行，得买那种就粘不是特平的平面的那种胶。关键这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有小伙伴说，那这鞋要是特不送的怎么办？你说不说？那也说呀。就像这个 Go 3S， 你看这手拿就没事儿，这手拿呢，有时候就会触发一个特明显的风噪。为什么呢？我猜就是它除了机身正中间这个麦克风以外，两边这2个麦克风用来降风噪的逻辑的设计，因为我要横着拿。那我第一时间就跟 Insta360的小伙伴们反馈了呀，然后对方也去查，然后说有优化空间，对吧？这不是正向循环吗？对吧？我说句不客气的话，这鞋要是特不送的，我就直接跟他说你不行，你再给我来一双。因为我买东西买的是我喜欢，我不怎么看价钱。因为我也没有什么太奢侈的购物需求，所以有时候不喜欢的时候就更生气，是不是？今天咱们回评论，大家知道有什么粘鞋垫的靠谱的胶水可以推荐给我？我昨天搜这个的时候，还发现就 Nike 自从那一年吉普乔格鞋垫事件之后，还专门研究了粘鞋的胶水，但是他那胶水不市售。行，一会儿聊啊。给大家听一下这个是个什么声音，是走路也能触发。你们听啊，我得这么着。你看右脚没有，左脚呢？听见了吗？就是这个地方，跟鞋，它这个斜着这个鞋底儿，跟脚接触这边。跟鞋垫的底下在摩擦，听见了吗？跑起来的时候声音大概这么大，现在相机在大腿的地方高度。咱们就开始回评论。一位小伙伴说，一直看咱们频道，觉得我说话特真实。对啊，就比方说柏林马拉松，你看我跟大家说，普通人在后边出发的不太好跑，对吧？还有昨天那个李波老师名字填反那个事儿，我都是看见什么我就说什么，而且越是这样，我觉得我越能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有的拍视频的人，我看着特逗，提前录好的。然后比方说他是这么录的，在2024年柏林马拉松上男子第1名，然后嘴动一下就把这块声音剪掉了，然后以什么什么成绩冲线，然后最后呢再把这成绩再给补上赶紧就发影片。但是呢影片内容基本就跟播新闻一样，但是人家这样是了不起，人挺努力的，他拍视频和制作频道确实是比我努力，但是这种我就不太擅长。我擅长的就是我可能能观察出一些东西，然后跟大家分享。所以谢谢您的关注。然后周末的马拉松40公里的时候觉得还有点劲儿，想加速跑一个负分割，或者我们说负配速，就后半程比前面能快，那险些崩掉，觉得确实是难。对啊，而且我对
负分割这种事情的看法是，如果你跑出了很漂亮的负分割，那么你真实的成绩还能比这个快，这是我的态度。因为我也跑过负配速，那种感觉是挺美妙的，我最后还能冲刺。但是我就反思啊，也许那场比赛我是有具备冲击一下240的能力的，真心话。就是很多时候可能不会因为你前面故意的慢，到后边就能有更多的快，但是有的时候是的，就是你今天比方说状态特好，然后我前面的保守了，你到后边可能觉得还有劲儿，但是那位小伙伴也说了，40公里的时候加速，然后差点崩掉。对啊，40公里还是有点冒险，一般看见41公里过了以后再考虑。而且你得是那种就是那状态啊，不好描述。什么状态呢？就是我加速最多是累，可能是跑不动，可能是掉速，但是不会抽筋儿，尤其是不会大腿后侧抽筋儿，小腿其实都能坚持。跑多了你就发现了，小腿其实有办法可以坚持一下。如果是大腿后侧大肌肉抽筋儿，你就只能停下来了。所以如果最后几百米你真的说我想拼一拼，我冲刺，一定要小心大腿的感觉。如果有一步蹬出去，你感觉肌肉有点空，马上减，像我昨天似的，你再慢跑这也比走着快，走着也比停下快。我看一位小伙伴分享衡水湖跑进国一，就是你这必须得把抽筋控制在不抽的时候，否则就前功尽弃了。你这最后1公里觉得远着呢，真的。就比方说神户马拉松，它最后的2-3公里是一个大桥，起伏然后晒，你现在听着2-3公里很近觉得，但马拉松最后的2-3公里就不近了。我也是才知道，昨天大海源先生说到明年神户马拉松就改赛道了，就没有这个大桥了，就会简单一些。1个月600公里，不敢尝试，也不敢想象，说会上班就没精神，然后身体累。我同意。我刚开始跑步的时候，跑80公里，就觉得这一天什么都不想干了。我同意，这就是一个适应的过程，真心的。就是有的时候你能适应，有的时候不能适应。如果你发现这个你，比方说今天这个月跑了200，我觉得有点累还行，然后下个月跑了300，觉得比上月累多了，有点不行，那您就别再加，您在300呢稳一段时间再加。就是跑量上升提升啊，是走台阶儿，不是走斜上坡。这是我的经验，而且甚至都不是一直上升，你可能这个月加到了300，原来是200，然后下个月呢你可能就280，然后呢又回到300，就这样起起伏伏坚持个2-3个月再往上涨。要不然说跑步是个只争朝夕的事儿，太耗时间了，进步的太慢。下一个关于跑山，就是我怎么看这事儿？说去跑山的话特别累，跑量就下降了。我个人的建议是，如果您跑步的目标是马拉松，业余爱好者提升马拉松成绩，并且您这成绩呢，可能就是我想跑进3小时，想跑进2小时50，甚至2小时40，我觉得跑山是不必要的。并且呢，就像您说的特别对，跑山以后呢，你可能增加受伤的风险，然后跑量达不到，这些都是对马拉松不好的。之前有位观众在大阪城偶遇，也是我跑完山，就是他的条件就是
离山很近，没事上山跑一圈啊，膝盖疼啊什么的跑不动，就说你还是以公路跑为主。我的个人建议。下一个啊，高驰的心率臂带的相关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出汗，然后这臂带都发霉了，怎么办？那到这个程度您就换一个吧。但是这样，我的经验是，就每天回来夏天的时候拿水冲一冲，洗一洗，都是防水的。我都是带着传感器，带着表洗，然后把金属的触点擦干就行了，洗一洗就没事儿。就现在没有这种完全对汗不影响的材料，硅胶的可能可以，但是硅胶的不适合做心率带啊，对吧？而且硅胶的常年汗沤着也不行。哎，看今天早上的太阳多好！然后下一个啊，有小伙伴还是高驰表带的问题。还有。还是高驰表带的问题，就说啊，心率带的问题，抱歉，说高驰心率带给的最大心率准不准？就我先纠正一个观点，心率带最大心率不是心率带给的，是整套这套高驰的系统给的。心率带只是测量心率的一个传感器。那最大心率是怎么来的呢？它根据您的训练帮您推算出来。比方说，您每天都是轻松跑，从来没有带着高驰的设备跑到过比较高的心率，那这个心率推算出来的就可能很准，也可能有些不准。但是大多数时候，最大心率现在算的就推算也差不太多。而且呀，我真的觉得，就这数是190还是191。甚至是190还是195都不那么重要，就大概就行了，就大概就行了，真的不用太在意这个，一切看体感。目前手表给的数据，应该只有最大摄氧量，大多数手表都是不太靠谱的，其他的问题都不大。你要想让它更准，你就多带着它跑强度。下一位，有小伙伴发来了照片，在柏林马拉松的博览会大满贯的名人墙，上面有我的名字，就完成6大满贯的啊！对啊，感谢您。有小伙伴说这么多中国人呀，啊，对啊，不少呢，因为就2016年左右那2年，有好多有钱有闲的人。就1年完成6场，那时候还有旅行社组织这种，好像1年完成6场是20万，就是不包机票，就是名额和1-2天的酒店可能。因为完赛是很容易的，而且这6场都可以花钱买名额，就合规的花钱买名额。那关于花钱买名额这事儿，回头我跟大家聊聊。有的是旅行社的，有的是慈善的，就只要您有钱，1年把6场跑完没问题。我觉得我比较欣慰的是我波士顿的经历，并不是6大就有多了不起，不了不起，没什么。但是不管是以什么形式跑完的，我觉得人，那天我看了一段话，我就不点名说了。我回了一个，我说人不能否定自己的过去。有时候你现在觉得，举个例子，比方说我上学的时候特刻苦，光学习了，错过了好多青春年华的可以玩的东西，我后悔。
这种观点我是没有的，并且我个人的观点不支持，因为你否定过去，就是对自己将来没有信心。人应该认可自己在当下的选择，你在当下的每一个选择都会成为你的过去，而对当下的选择的判断是一种能力，是各方面你的知识、你的环境、你的现状决定的。我们努力生活、努力工作、努力学习的目的是让我们在当下做选择的时候，尽量选择一个更优的一个方向。有时候选择比努力重要嘛，对吧？就是这意思。所以每个时期你如果都做了当下你觉得最对的选择，就不要有这种观点。因为就像比如现在我说为了跑6大付出太多了，不值当的。但是呢，如果你没跑，你现在就得说，哎呦，怎么没趁着年轻把6大跑了，对不对？总是有的说的，这个我觉得不是情怀，这个是找不到合适的形容词。然后下一个，一位小伙伴说跑1休1，想增加跑量就只能晚上跑一场，第二天早上再跑一场。那我猜您是不是工作有限制，就是不能每天早上都跑，或者每天晚上都跑。如果您晚上跑完早上再跑，确实休息的时间有点短，然后可能睡得不好。我觉得还是从生活上下手，从工作上下手。有时候不是说为了跑步就什么都放弃，就是可以调整，可以想办法。也许现在你觉得没办法，可能慢慢去摸索就能找到更合适自己的时间表。另外，关于跑1休1这个事儿，如果您想要成绩，我觉得跑1休1可能不合适。这之前我分享过。下一个啊，受伤就是那种严重的伤，比如跟腱的伤，休息了好几个月，再恢复跑步，觉得不行了，特沮丧，这很正常。但是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我给您的建议就是，您就当做从头开始。你要找一种什么感觉嘛？就比方说，像我小时候游戏玩的特好，玩特小玩红白机，然后大了就不玩了，也没有这东西了。然后有一年大概就4、5年前吧，心血来潮，我淘宝买了一个，然后玩的觉得这个遥控器怎么那么不跟手，原来是怎么玩的，也反应不过来了。但是我当时就想特别开心，我就找回那种感觉，我就想说，哎，我玩2次就能特好。哎，你往这儿想，这么想你就开心了。看看有没有啊？下一个，速度、距离还有天赋。我最近这个周日下午的会员节目，分享我的2019年，在1年进步了很多，给大家看了好多数据。有小伙伴说2个观点，一个说我是先有了速度能力才进步的，还有小伙伴说我有天赋。这2个我是这么看的，天赋是什么？天赋是别人看不见的努力，或者说自己没有发现的积累，这叫天赋。因为每个人的生理结构在马拉松这件事儿上，绝大多数时候差不太多，真的。所以说，我不认为真的有生理的天赋造成说每个人差距巨大，这是第一。你们看那些，就现在说民间大神跑1、2年就什么成绩的，大多数是有一些基础，天赋就是你看不见的基础。
然后这是第一。然后第二是关于速度能力，这不是能力。我一开始跑步的时候，差不多也是6分半以外的平均配速。那时候跑完一个5公里，一看表30多分钟，累得要死要活的，心率180。然后那就跑呗。我为什么老跟大家说，初跑者一开始先想办法让自己在跑不了那么长的距离的时候能跑快一点，因为你上来跑5公里10公里不现实啊，你就是跑再慢也不现实，一般人走路都走不了5公里，那你不如想想怎么快一点，这个比较实在。我那时候就这么想，所以我的速度进步的就快。速度这东西就是你下去狠心进步就快，真心的。就心肺是特别容易拉起来的一个东西，所以你受伤那种小伙伴不用担心。就是你如果每次3、5公里的跑步都跑完以后都觉得深吸气肺里就痒痒，那进步就神速，真的。当然你要跟我讨论健康这事儿，那我就不跟您讨论了。我觉得我现在挺健康的。所以速度能力那时候已经2018年，我已经跑步4年了。我那4年主要的事儿就是跑得快，而不是跑得远。然后2018年开始，大家去看吧，我都把所有的训练的数据都给大家看了，开始慢慢跑得远，就进步就突破了。就是你怎么着你得站一个，你不能两头都不站，是不是？哎呦，这鞋这声音弄得我真闹心。不知道你们能听见多少？行，那这么着，感谢大家，感谢大家。昨天大家的祝贺我都看到了，训练后见了啊！哎，10月1号星期二清晨7点，训练结束。今天就跑了16.4公里，16公里多一点。今天缓一缓，歇一歇，明天的强度课，因为明天又是第5天。就我这种训练周期呢，如果碰上人家那种按周一个周期那么去训练的，就会时不时得错一下。有的时候特别好的是第一个训练日是强度，有的时候呢就是最后一个，有的时候是中间，有的时候像明天这样得加练一天，这都没关系。那太阳多好，今天平均心率130多，今天稍微有点累。下午去找个百元店看看买个胶，他们这儿有这种，也有专门做手工的店，有各种不一样的胶。到时候把鞋垫也粘上应该就没事了。它就是鞋前掌那一弯，然后鞋垫跟鞋底有相对运动，呲啦一声，然后就进到耳朵里。行，那这么着，明天咱们强度课再见了。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假期愉快。